嗨，大家好！太阳很猛啊，谁能想象这是冬季啊？那就继续出去骑一下。上一次骑行啊，也跟大家唠叨了不少最近的个人的生活以及一些变化，还有就是手头在做的一些事情啊，生活还是蛮充实。比起只是骑行健身啊，每日3餐这样的退休生活呢，增加了一些佐料，丰富了一些生活啊，我觉得也挺不错。好久没有从祈福大道这个门出来了，今天呢还是准备去骑行一段中英路，然后呢向着大福山公园方向骑过去，或许准备到大福山公园去骑一段爬山路，再从鱼山西路那边回来。那我们先到大福山公园里面去逛逛吧，里面的湖边啊，看看那种杉树应该都已经变黄，感受一下季节转换啊。
这一条中英路呢，骑了无数次了，这条街道也没有什么变化，相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会有什么变化，因为经济下滑，市中心那些区域呢可能还会继续建设发展，但是这种边角料地方、城中村的地方、城乡结合部大概就会停止，相信呢会有相当一段时间就是这样的状态，觉得能够保持这样的状态已经算不错了。有一回好像在网上看到一份资料，就这个几十年来呢，广州实际上流入了很多外来的人口，因为是在自己一个国家里面，所以也不能称之为移民，但实际上呢也差不多就这个意思，就是偏远省份内陆地区，就很多人呢还是向往到大城市来挣更多的钱，可以过更好的生活，有时候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整个家庭。番禺这个地区呢，可能应该是引入外来人口最多的一个区了吧，好像有200多万人是从各个地方来的，所以我们现在所处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地方，正是外来人口流入最多的地区。那假如说这种地方以后没有这个生意做了，或者生存困难，那些已经到这边来落脚的人又会何去何从呢？这还真不好说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大夫山的北门附近了，现在准备骑到公园里面去。大夫山行英圍中緊因為每年早茶6.8大夫山豬排冬瓜粥特價59蚊，果木炭燒雞特價59蚊。
这边不让自行车进入了啊，就掉头吧。特地拐到湖边这个地方来了，是因为我看到了很多那种枯黄的树，这个大概就是这边人称之为落羽杉的这些水杉呢。你看啊，它们的很多根呢都是在水里面长的，但是它应该又是北方的一个树种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观望一下，看看这些变得金黄的树叶、树枝。有点北方的色彩，对于久居南方啊、四季如春这些老百姓来讲啊，大家还是蛮喜欢这种秋色，其实是冬色啊，就那种让人感觉到四季的变换。我看到这挺美的这片地方。好，我们也不做久留啊，我们还是到大路上去骑行。
现在骑行的这条呢是西线路啊，就从这边上坡到了山上，然后呢就可以从大夫山的南门出去啊。但是我突然发现这个地方其实还有更美的一片这种水杉树啊，应该都是一些幼苗吧。你看啊，它是长在那个水里的这种感觉。后面就是青山，都是山坡上啊，完全是茂密的绿的树林。就这一片这种泛的金黄啊，就那种冬季景象的树在水里还是蛮特别的。大夫山里面呢，一个湖接着一个湖啊，你看我的左右两侧都是小湖，风景各有不同啊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开始上山啊，看能不能一口气骑上去。平时我们走的路呢，大部分都是南北主路啊，骑过几次应该是比较好骑的路。今天挑战一下这个西边这条环路。有很多住在北方的朋友还有亲戚，有时候也会看到他们分享的一些冬季的照片，但是很多人呢就是在家里猫在家里啊，因为确实北方有些地方大雪纷飞，积了很深的雪，无论是你步行还是开车都非常的不方便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希望这些亲友们能够到广州来，到这边来过冬，相信会更加的丰富多彩啊。右侧的这些水池里面的莲花都枯掉了，一片绿叶都没了。那个，只要你给他钱嘛，然后。哇，这个地方看那个湖就很美啊。
爬了一个大坡，还是有点累。现在下坡了。哟，这个右侧那个水塘里面还有莲花呢。很多人到这边来走山路啊。还是在西线路上啊。冇話自己啊做。有太大路就是了。大夫山森林公园的对向市民开放，进入人机，请自助游览票。好，骑了半个小时的车，已经来到了七盏灯水库。你看啊，这个堤岸两边的景色非常之美啊。我们先来看看右侧，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这种变黄的杉树，但是这个楼梯比较陡，我就不下去了。就因为是水库啊，它一层层的落差，然后一层层的变成了很多的小湖，感觉还是很美啊。一边呢是代表着冬季的这种杉树都黄了，另外一边呢，这里还有很多的开着花的树，一片翠绿。这条堤岸的这边呢，就漂亮了，绿油油的一片大湖。哇，这个地方风景是不是很美？为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，除出行车辆及公园管理机构批准人员的工作车辆外，好，我们就在这个堤岸上面稍稍骑一段吧。专园内不得使用轮滑鞋、滑板和电动平衡车。自行车只限在限行区域内骑行，并注意安全提示。
除山地自行车赛道外，不得在其他山体中骑自行车。F. 敬请注意园区内的各种警示标识。园区内酸塘水库均为禁止游泳区域，请勿上水游泳。7记，禁止在登钓的区域钓鱼。下本登山遇到水域，请注意人身安全，切勿加水游泳现在呢，我顺坡而下，穿过一片片开着花的树林，我们到湖边去走走。就在这种湖连湖的地方啊，骑车慢慢的闲逛啊。不宜因游客违反公园交通管理规定，或因游客自身疏忽而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物损失，公园暂不负责。感谢您的配合。这个地方不让自行车进去，在这边逛逛吧。我可以哦，着皮卡仔又开始爬山了。
想必从这边骑下去就是到南门了啊。水呀。几点了？是我们。
骑下最后一个坡，我想我的右侧就是南门了，真的非常不错的，在一个温暖的冬日啊，骑上大夫山顶，又从大夫山顶骑下来，前方呢就是大夫山南门了。那我就想这一段也骑了，刚好有8公里吧，从九星村骑到大夫山南门。那么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们这一段的上半段的骑行啊，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，拜拜。